这是不是一个捡钱的活？启动不了啊！我启动不了，这些都启动不了啊？启动不了。那望远表。它的话，它电压挺稳的，但是一启动的时候啊，220都启动不了吗？你看，啊，瞬间成167、178了。在别人家它就在那个维修这里了，非常好启动。电压稳啊！你启动一下。哎，哦，那启动不起来。啊，电压是还变低了，立马就变低了。啊。对，电压也不高，再启动一下看。啊，电压本身就低。本身就低是吧？电压低，那去配电箱看一下吧。你看它是总闸这里，我之前的总闸在这里。新买的空压机一启动，电压呼就低了，所以说去配电箱看一下。这就是它整个小车间的总配电箱。你启动一下那个泵，我看一下。那个泵启动了。这边没影响。你启动不了的原因是，您那个插座是从这接出去的吗？你那插座也是从这接出去的。那现在就去看一下电线的那一头电路是怎么接的。到这来了啊！也是中间没经过什么呀？中间没经过什么？没有。它不只是这个状况，我现在是剩下这个啊，我这个电不插在这个地方，插在就是那一路的话，也是这么个情况。我从那边挪过来。你这个线是吧？啊，对。你把那个缝插这儿来。啊，这在那边它偶尔也能启动。我知道你插这儿了。它启动不了。可以了吧？你知道为啥在那边启动不了吧？这个线太细了，都发热了。你这个线细2.5的应该是。你打开看看2.5平方的，这是2.5平方的线。这是2.5的吗？是不是2.5的？你看一下这个，不是，太细了，这个线细了长了，它就会压降特别大。它这个电线太细，就是平时插个小电器可以用，加上这个线又太长，所以说它的载流量就不行了。买线的时候人告诉他2.5平方的，其实这0.5都达不到。好了，这就小问题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为啥邻居家装修自己家的电闸一直跳？去修一个奇怪的故障，邻居家装修砸墙，他们家的电闸就老是跳。您猜什么原因？一天跳14次。哪个跳哪个闸？新换的？那个蓝色的那个。这是管哪屋的？管那个就是厨房。一施工就跳。对。它是砸墙啊还是？它也砸墙，也电锤响，也电锯响。他们家只要施工，从他们家施工开始，我们家就不间断的跳闸。有一种跳闸是误跳，就是邻居家漏电，您家跳，那种现象我遇到过。他们家漏电，你家就跳，我们家跳。但是咱们现在是先检测你家，对呀。先把你家检测了，我得断一下电那个。那个总闸你断了吧？断吗？能断吗？能断，断你。它不跳，它也不能单独不跳。这一路。但是有的很神奇，它就跳那一路。今天干活不顺手，因为我没带工具。早上起来急急忙忙跑了几十公里过来跟人修电，发现车上没带工具箱。现在用的工具都是客户的。遇到这种看似神奇的现象，一定要与客户多聊天多沟通，而且说话一定要温柔。你们家自己用的没事？没事，他
他晚上他不施工了，我们家也不跳。啊，不施工就不跳，一施工就咔就跳了。对，白天他只要施工，他有时候电锤响的时候跳，有时候电锤不响他就跳。反正他们家只要接上电开始施工，响与不响，我们家白天肯定会跳。就跳这一个。对。一楼是跳这个，2楼还跳一个。2楼跳的是啥呀？2楼原来是跳的是阳台有一个按摩椅，还有书房有个插座，次卧室也有个插座，他跳。结果那天那个工长来了，给我换了个闸以后吧，那些不跳了，我洗衣房又跳了。你就不定时的乱跳呗。反正目前是发现这2个跳。这是不漏电的。怎么测呀？这种？你说是我们家自己接的那个插座有问题吗？不是，你不是说他们不施工，你们家没跳过吗？反正你要我这么说，咱先找咱自己家原因，实在找不出来，咱去协商找他家，因为这个事找他肯定也不高兴。那天物业找过他，那个工人还犟唧唧的，就说我们是我们的工，干他家什么事儿？说实话是那么说。啊，你看。隔壁跳吗？他们自己跳吗？他们自己肯定不跳。这说他跳我也不知道。2楼跟1楼是一路吗？是都是这个总闸吗？2楼这个也能控制1楼，控制2楼，但是2楼也有自己一个闸。哦，就是拉了总闸以后2楼就没电了。对。现在测的都不漏电呢。去2楼看看。不漏电。所以说这种基本上。楼上和楼下不一起跳。我知道，偶尔就是他不跳，他跳呗。对。但是厨房这个跳的频繁。听客户这么一说，更得去邻居家看一看。来到邻居家正在施工的现场，他的水电已经走完了，电路已经改完了。这个是他的主配电箱。拉电以后，漏电呢？漏吗？漏。他们家漏？这个是漏电呢。那行，我给他录个视频。你先等等，我得确定完了以后，你再跟人说。好。从这个上2楼，这是2楼的，一楼我给你测啊。摘掉这个零线之后再测量，对地漏电的现象没了。那再测一下摘掉这个零线与地线，看是漏电的。而这根线是往楼上走的，它有2楼，楼上的零线。它楼上的电有问题，可以去楼上去看看，行吗？好。打开看一下。在下边测试上面漏。打开2楼的配电箱，主零与主地是漏电的，主零主地漏，哎，怎么接的这是？这接的，这是地线呀，大哥，地线接零了，地线接零了，对，你可以看这了，这个地线接零了，这是零线，它是地线。它的地线和零线接反了。不是接反了，他把地线接零了。那改线路的师傅接错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把线路恢复，你家就不跳了。我就说这，哎，怎么还有啊？那如果说他这种情况，我们家跳，他们家要是不改的话，他们家后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等等，还有轻微的漏。还漏。等等啊，你再看一看。我们那边插的是没有漏的。你他们那边不漏电。你想行了，您那边他不定时的跳某一路，不定时的跳，这就是误跳。他要是漏电的话，他不会说晚上不跳，白天跳。是的。你自己分析就分析出来了。我就觉得奇怪嘛，我还不好意思说上人家来查，是我们自己的事，咱先自己测是吧？再说我们还隔着个电梯井，隔着个楼道，怎么想也想不到是我们对面邻居。
这一路是漏电的，这一路是漏电的。它两个原因，一是这一路线，哎，怎么还灵火还接反了？这是？你等一下联系业主，你跟业主说，你说让装修公司的师傅把他们这些上面这些线排查一下。一是灵火接反的现象有，第二就是接混的现象有。我给他回复了，你们先用着电，然后叫他们的电工师傅过来重新处理吧，把电路。我就不给你们弄了，因为这涉及到你们的电路，因为还没完工啊，对，还没交付啊。我们只是来测测。对，你们的具体怎么弄，我们因为我怕你们这有纠纷啥的。我只是把地线给它接到地线排上，原来是接零线排上的，那个是有问题的。我这么一处理，那家就正常用电，不会再跳漏保了。可以正常用电了。你们怀疑中邪了？好了，排除故障，心情舒畅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太吓人了，这个130多千瓦的电机一启动，直接把配电箱的电闸给炸了，把箱变压器这块也搞跳了。咱们一起看一下什么原因。先看一下这个被炸的电闸，拆开了，你看一下里面的触点，哎呀，都没弹开，而且这些电弧打的，您说这电流得多大呀？所以就这种情况，他就不敢送电了，人家也不敢让他用电了。我得给他找一下原因。那我换了个这个，啥时候换的？在这儿换。啥时候换的？这前几天换的，说他们一个人说这个换了这个。不是在一启动的时候就爆了，还是运行的时候爆了？一启动还没加载。一启动还没加载。他们师傅说换了一个新的交流接触器，因为之前是一启动就跳闸，所以怀疑是接触器不好，换了个新的。没想到换上新的以后，一开直接把总闸给炸了。这是原来换下来的，他们怀疑是它坏了。下面我就打开这些交流接触器，看一下触点，通过这个触点打火的状态，看能不能发现问题。现在也只能通过现象来分析原因。打开这个接触器，看一下它的触点，您发现没有？它这个连触点打糊的痕迹都没有。你看这些触点都打糊，打成什么样了？触点打火打糊是一种正常的现象，都有。再看一下拆下来这个交流接触器，我第一眼没发现什么异常，都很正常，触点打糊也很正常，虽然有些发黑，但都是正常的。所以我觉得它原来这个接触器是没问题的。为什么换上这个新的接触器以后，一启动直接就爆了呢？他们怀疑是电机不好，电机烧了。这个可以用腕表测量线圈，看电阻。线圈是没问题的，线圈不会烧，因为他们说这个电机以前还可以转的，以前转起来跳闸，而这一次是电机还没转起来就直接把电闸给炸了。所以我觉得还是接触器转换是不是有问题？星三角降压启动的，特别是这个接触器都没有吸合的痕迹，不像这两个都有打火的痕迹。这三个接触器星三角转换是靠这个触摸屏控制器，它这里是个操作屏，就是可以启动停止空压机。理顺一下，空压机触摸屏输出16、17、18这三根线，分别控制交流接触器的这三个线圈，这个是18，而这个17在这儿，通过辅助触头的长臂触点输出变成了32，线号32，这个32就去了这个接触器的线圈，就是它形成一个互锁。没错，就是32。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，电路接的都对。它和它是互锁的，线号16，通过这个触头的长臂触点，然后接到了这个接触器的线圈。控制线路的互锁都没问题。触点测量应该是闭合的，通的，这个也没问题。这个长臂触点也没问题。接触器动作没问题。那现在我想通上电试一下，敢不敢试？首先这个电缆线是不敢通电的，哎，这块怎么烧糊了？这个得问一下以前出现过什么情况，把这一块给烧糊了。
很明显以前出现过虚接，就是螺丝没压紧呗。准备上电试一下，我得把它的主电路给断开，不能通电，然后接了一个临时的3相电进来控制空压机的启动，因为空压机没有3相电它启动不了。好，电有了，准备按启动，但是启动之前我还得再看一下，确定这个接触器上面没有电，因为这个主电我已经给它断开了，不能让它吸合带电，然后给电机通电，因为这个电机一启动它的电流太大了，线受不了。我还得再说一下，它这个启动顺序啊，先是它和它吸合，然后它再弹开，同时它吸合，星角转换运行。只有这一个吸合，这个也一个吸合，这个不吸合。它为什么不吸合呢？原因在这儿，接触器的线圈，它们的线圈电压是220伏。您看他买这个接触器啊，上面标着线圈电压是380伏的，他买错了，而他换下来原装的这个是220伏的，线圈电压220伏。380伏的线圈你通上220的电，肯定它不吸合喽。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吸合，嗡嗡的响。它不吸合，电机就星启动不了。你像它换上这一种之后，启动的时候，星起没有，如果直接搅运行，它的电流会很大。直接把这个都给跳了，瞬间电流很大。把这个给它拆下来，把原来的还得给它换上。看一下这个新的线圈，它的电压确实是380伏。把这个旧的给它换上以后，再启动一下看看。这样是正常的，这样才是正常的。它这个控制电路没问题啊，这么看没问题。那为什么以前也跳闸呢？找来了电工师傅一问，原来这个地方曾经虚接过。你看原来的电线是这样的接上的，这个头原来就是接在这下面的。虚接的状态，一启动电流很大，会缺相。原来是这个空开来控制的，现在换了新电缆，新接的线，您只换线头就行了，接触器你别动啊。哎，他把接触器也换了，就是一个线头虚接的问题导致的跳闸。您看一下它这个线鼻的要承受多大的电流，我给你测一下它的电流。如果缺相，它电流更大。去找一个电机一样大小的空压机测一下电流。我用钳表掐一下它的电流，打开浪涌电流，就是电流的随时变化都可以捕捉到。直接掐在主线上看一下电流，近300安的电流啊，它正常的运行电流300安左右，这是正常的运行电流。如果启动电流呢？如果缺相的电流呢？更大。它没有星起，只有搅运行的电流，瞬间炸电闸。这个电流不是一般的大，在电机吸合启动的瞬间，直接把电闸给炸了。我觉得我的分析没有错。现在空压机可以正常启动运行，原来跳闸就是这个线鼻的问题。好了，剩下的问题由他们自己的电工处理，我暂时完成了维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今天来工地查一个奇怪的故障，设备烧了，设备厂家说是工地电压有问题，而工地的师傅说他们的电路没问题，但是我用电笔测的这一项对地电压270多伏，电笔是测的对地的电压270，太高了，正常是220伏。这一项对地电压可以220。再看这一项，对地电压也是220。为什么这一项对地电压高，而且高出那么多？
可以去他们的一级箱去测一下。这个就是工地的一级箱，就是从变压器出来的第一个配电箱。打开这个箱子，测一下零线，零线带电压，同样是电笔测的零线带40伏的电压，是对地的一个电压，这就不正常。黄线这一项270，在这测的都不正常。再看一下绿项220，绿项还行，对地电压220，红项也是220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黄色这一项对地电压那么高呢？是有漏电的现象吗？一般电笔测到零线带电压，很多时候是因为火线对地漏电造成的。那如果是漏电，哪里漏电呢？如果火线对地漏电，那么地线应该是带电的。我用电笔测它的接地体是不带电的，所以我也有点懵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再来到正面测一下电压，零火之间的电压，看这3根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，电压240，测量零火之间的电压，3项与零线都一样，很正常。为什么测量黄线与设备外壳与地线之间的电压那么高呢？270多伏，为啥呢？所以说很奇怪。这个还得去箱变看一下，箱是变压器。天马上就黑了，他们要下班了。把箱变低压侧的门打开。这个工地所有的电都是从这儿接出去的。在这个位置测一下，地线不带电，零线是带电压的43伏。在这个地方测都有电压。测黄线对地270多伏。他们怀疑我的电笔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。那为什么测的这2项的电压都正常呢？不高也不低。然后用钳表掐一下每一项的电流。这一路黄色项9安左右，但是它的电流不稳，一会高一会低，一会30多安，一会10几安，可能是还有一些设备在用电。这一个7安多，8安也是不稳。再看红色项，电流也是不稳，中间这个电闸这一项没怎么用电这一路。然后看一下这个电流很小，绿项10多安，16安。再看一下红项20多安，它这个明显就是用电不平衡，一项用电少，其他2项用电多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就这么的电流不会影响到电压，不会。而这一路就是我刚才测量的那个一级项。这是什么电器的用电呢？单项用电那么多，而电压的高低与这个用电有关系吗？我在想。此时此刻我的脑袋开始转牛角尖了，我反而认为电流的大小对这个对地的电压是有影响的。因为它这个电压的变化，随着电流的大小，它的电压上下变动，而这一项的对地电压也在上下变动，所以说这个电压不稳。那就先搞清楚为什么这个电流一会高一会低，有的时候达到40多安。他们说工地上还有机器在工作，但是电流的大小确实影响到了这个电压的高低，电流在变化。再打开这个2级箱看一下，像他们这些都是漏电保护器，如果有漏电的话早就跳了。像那么大的电流应该是自己在用电，果不其然是他们的宿舍在用电。这个还得去箱变那里去测，但是箱变的门锁了，师傅走了，所以明天再修。天亮了，我又来了，等他们的师傅把箱变的门打开，我得进去再测一测。可以画一画啊，这假如说变压器出来，咱们说的这个画这个波浪就是变压器的线圈，出来以后是3项电，然后接地，然后工作接零，就是中心点要接地，然后接触零线和地线。它的原理是这样的，
然后下面就分析一下它为什么会出现电压不正常的情况。为什么测的火线与零线的电压都是一样的？那证明这个零线是正常的，它与它是正常的。而它与它其中一项280伏，为啥呢？其他都是220、220。三项虽然是不平衡，电流不一样，它用电多，它用电少，它和它之间还有40伏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是接地的，打入大地的地线。要么零线虚接，零线虚接不可能啊，零线虚接电压不能是一样的，电压一样的。有一种可能啊，等一下打开相变以后，我得测量一下它和它之间的电阻，它和它应该是通的。这个昨天没测，然后测一下它与它之间，如果是通的话，如果是零线接地好的话，它们俩是没有电压的，在相变这个位置是没有电压的。它和地这3根线和地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。如果假如说如果零线，假如说这样的，假如相变中心点没接地，它们之间始终是正常的220，那零线会带电，这样零线会带电，零线和地之间有个电压，但是它和地就形不成回路了。和地如果漏电的话，形不成回路，设备漏电的话，漏保可能就不跳了。后面如果有漏保的话，对地漏电的话，它形不成回路，它也不跳。也有可能是就是烧设备的原因。这样能说通，但是主要是打开相变以后要看一下，今天要测一下它和它是不是通的。如果不通的话，连一根线就好了。这个打开看看。他们的师傅来了，把相变的门打开。该怎么测呀？你出来找我吧。行，你再找我。行，你还忙吗？又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，看看怎么测。把档位达到层1档，我一般都是用这个档位来测短路通断。把1字表笔夹在地线上，夹在地排上。测量之前2个表笔先短接一下，就看能不能到0位。到0位基本上不用动。它这个地排是和大地连在一起的，和箱体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它是通的。这个是正常的。按照原理，它的零排和地排应该是通的。看一下，表针没动，真没动，它应该是摆到头的，它应该是通的。你看，一点反应没有，这就验证了我的猜测。也就是说，它零排没接地，所以与地排不通。这种现象很少见的，零排和地排不通。这应该就是为什么零线会带电压的原因。正常应该是0，现在是带30多伏。它的零排实际上是变压器的中性点，按照原理是需要接地的，但是我估计它是没接。这个得找他们的负责人联系厂家或者是供电所过来接上。我觉得处理起来也简单，就是把零地排连一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剩下的时间就等他们过来处理。
它这个相片下边是做了接地的，四周也做了接地，有接地体。他们的师傅来了，把零地排之间做了一个跨接线，这样这个中心点就工作接零了。现在再用电笔去测，零线不带电了。测量这3项电压，看一下，237、239、204，刚才是278、280，现在240，都是正常的，这都正常。现在一切正常。这种中心点没有接地的现象很少见，这也是安装的师傅疏忽了。好了，一根线解决了问题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电路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